搬进新家后，我被拉入了一个奇怪的群聊，群里的人喜欢假装成动物交流，我每天津津有味的窥屏，却从不发言。直到有一天，家里进了老鼠，我在群里问：“请问附近有靠谱的捕鼠服务吗？”没一会，叫捕鼠超能手小菊艾特我：“2个罐罐，概不还价，猫到你家门口了，开下门。”门外竟真站着一只橘猫。搬进新家的第一天，我就被拉进了一个奇怪的群聊，群名叫宠物小精灵交流群，群友都是各种可爱的动物头像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只以为是物业拉我进去，方便通知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瞥见了群聊，可恶，偷吃零食被发现了，我妈打了我屁股好几下，今晚就咬坏她的拖鞋。废物，居然让铲屎的骑到你头上！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喝水的时候会觉得水辣辣的吗？蠢货，8成是饮水机漏电了，还不一脚把它踹翻。我津津有味的看了半天，想着这应该是小区业主家的孩子比较活跃，在扮演动物聊天，看着他们萌萌哒的对话，我还觉得挺治愈。这时突然有一条消息弹出，我家好像进了个陌生人，他的头像是个小哈士奇，看他前面的发言，感觉是个年龄4、5岁的小朋友。我心里一紧，刚要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在家，就见群友纷纷质疑起了他的智商。你确定是陌生人？你家又进陌生人了？上次进的陌生人还是你换了件衣服的爸爸。妈妈铃，我帮你打妈妈铃。我迟疑着没有挨物业。下一秒，就见小哈士奇发出的信息：嘿嘿，原来是我爸戴了口罩，作为奖励，今晚在他屋里撒个尿。虚惊一场，我觉得好笑的同时，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这天我面试回来有些晚，一开灯，突然看到客厅的地板上有一道黑影窜了过去。我心里一突，刚要蹲身去看茶几下面，就见一只大老鼠直冲我脚面而来。我尖叫着跳上茶几，当即吓得在群里求助：家里进老鼠了，请问附近有没有靠谱的捕鼠服务，能立刻上门，在线等，急！老鼠是什么？老鼠是一种跑得很快的小玩具，一起还会吱吱叫，我爸不让我玩。你是新来的吗？以前没见过你，你的头像怎么是个人类啊？你家是什么物种？头像不可以是人吗？什么物种是什么意思啊？来不及细想，滋滋的鼠叫声听得我汗毛直竖。我立刻打开软件，想要找个上门服务。这时群里突然有人艾特我：2个罐罐，概不还价，立刻上门，已经到你家门口了，开下门喵。这么快？我打开门，走廊空无一人，刚要关门，一声猫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一只很有礼貌的橘猫正站在门口，四目相对间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：你是捕鼠超能手小菊？橘猫喵喵叫了2声，群里弹出消息：是猫，2个罐罐，立刻开工。我觉得好笑，伸手想摸摸猫头，橘猫侧头怼过：喵喵喵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摸摸要半根香肠。我没有养宠物，家里自然也没有猫罐头，和菊哥商量用4根香肠作为报酬，他点了点头同意了，但是他要求分期付款。交易达成，身手矫健的橘猫从客厅追踪到厨房，很快就把老鼠抓到了。小菊怕我害怕，把死老鼠放到了门外。完美完成任务喵，先支付1根香肠，剩下的我下次来拿。我递给了小菊1根香肠后，就见小菊叼着香肠离开了。等到屋里安静下来，我才回过神，总觉得像在做梦一样。宠物小精灵交流群里的动物居然是真的。第2天我赶着去面试，在等电梯时，有个女生牵着一只哈士奇走了进来。这狗有点眼熟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她察觉后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女生看着我们对视：你俩认识？我连忙摆手，该怎么跟她说？我觉得这只哈士奇就是群里那只。这时，宠物小精灵交流群突然弹出消息：电梯里看到个小哥哥，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嘿嘿，他好帅，想被摸摸。傻狗！我蹲下身，试探性地伸了伸手，哈士奇果然探头蹭了过来。女生一脸还说你们不认识的表情。我一边撸狗一边温声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苏小娜。我捏了捏狗爪：你好呀，苏小娜。我叫苏小娜。我尴尬抬头：对不起，我没过脑子。是我没反应过来，他叫肥肥。奔波了一上午，面试了3家公司，结果看起来都不太妙。我打算先回家吃点东西，沿街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家宠物用品店在转让，想到宠物小精灵交流群，我心念一转，这不是妥妥的直接了解用户需求吗？能自己当老板，谁还想去做牛马？我盘算了一下积蓄，当即联系了原店主，把店盘了下来，然后在群里打起了宣传。这款小玩具有人喜欢吗？上新了饼干、冻干、小零食，欢迎带铲屎官到店试吃哦。宣传一发出去，就在群里炸了锅。从没有动物在群里发过小视频，他们一下察觉到了我的不一样。是人，是真的人，人混进来了。上次猫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人类，你能跟妈说，妈不喜欢剪指甲吗？一开始群里的宠物们惊异于我人类的身份，发现我没有恶意后，也就习以为常，还会经常让我帮忙给自己的铲屎官传话。于是我干脆推出了特惠活动，凡是一次性消费满500元，我可以免费提供宠物咨询1次。第一个上门的客户是苏小娜，她给肥肥买了10斤狗粮和几个小玩具。你真能跟他们沟通？我不置可否。她挑眉看着我坏笑了一下。行，那你问问他，他太能吃了，妈妈要养不起他了，他能不能自力更生？我对肥肥招了招手，趁机拿起手机信息。半晌，我忍笑说道：肥肥说了，你没钱了没关系，他可以出去吃屎，还可以带着你一起，到时候他吃粑粑，你吃煎。苏小娜一言难尽的低下头，肥肥一脸诚挚的回望过去。傻狗，就这么回报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主人吗？第2个上门的客户也是个熟人，不对，应该是熟喵，是群里那个叫毛毛的小猫，它的主人是个小哥哥。他抱着猫有些尴尬的看着我，
最近毛毛有些奇怪，总是对着衣柜喵喵叫，我有点害怕。如果你真的能跟宠物沟通，能不能帮我问问他怎么了？我瞬间联想到了网上看到的新闻，什么陌生男子藏在衣柜里之类的，但小哥哥说不是。我就是怕有这种情况，早就检查过了，衣柜里什么都没有。那就奇怪了。这样，你把它交给我，我带它进房沟通一下。小哥哥虽然有点奇怪我这么做，但还是把毛毛交给了我。我接过毛毛，将他抱进屋里，随即在群里艾特了他。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是柜子下面，我掉进柜子下面了。你不是好好在这吗？是另一个我，小一点的我。宠物们的智商大多数就像小朋友一样，有的时候表述的并不清楚。正当我一头雾水之际，群里突然有宠物说道：毛毛可能说的是他的照片，或者是别的像他的东西。说话的是一条哈士奇，在一众性格单纯的宠物中显得尤其聪明。我顺着他的话继续问了毛毛几句，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，我如实向小哥哥转述了询问的结果。东西好像卡在柜子下面了，不太好拿出来，需要你自己想想办法。毛毛收回去后，他会给你指位置，他很喜欢那个东西，拿不出来一直很着急。他半信半疑的走了。1个小时后，他给我发来信息：我靠，兄弟，你太灵了，柜子底下真的找到东西了，在很角落的地方，特别难拿，怪不得我之前往里看了几次都没发现。接着又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正是刚刚那只毛毛小猫，正确的说应该是小时候的毛毛，难怪毛毛说是小一点的他。经此一事后，小哥哥成了我的无脑吹，托他的福，店里的生意更是火爆了不少，我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。除了每天服务客户、清点货物、看看群聊，就是在门口摆放新鲜的水和食物，诱捕群里的小流浪过来吃。跟家养的宠物不一样，大多数时候小流浪们是沉默的，他们没有家，跟别的宠物也没什么共同话题，有些甚至因为被抛弃过，很讨厌人类。好在他们不会跟吃的过不去，虽然很多时候他们吃了猫粮也不跟我说话，但是连续好几个早晨，我都会在门口看到一些花花。小流浪中最常过来的就是菊哥，他说这年头捕鼠生意不好做，我给他倒了一碗猫粮，他非常感动。人类，你对猫好，猫给你摸头，以后猫带着小弟照你。好啊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生活啊？菊哥甩着头拒绝了。我还有很多小弟要照顾，你有需要可以随时叫我。那你和你的小弟要是饿了，也可以随时过来。以后天气冷了，你们也可以来店里休息避寒，但是你要管着他们，不许搞破坏哦。菊哥蹭着我的手，喵喵应了。这天我刚送走一位客户，想要坐下休息会，就看到一只柴犬在群里刷屏。生气，我很生气。妈妈叫新养的家伙总是自己偷跑出去玩，还偷吃零食怎么办？偷吃零食那很坏了，打猫猫铃把他抓走。在床上撒尿，把他叫过来，告诉他等在这有好果子吃。废物，去揍铲屎的一顿，告诉他谁才是家里的老大。他是什么物种？跟妈妈酱一样的人。是雄性的话，应该是你主人的伴侣。这种雄性会殴打自己的另一半，是很坏很凶狠的东西。你要保护好你的主人，保护妈妈酱，保护妈妈酱。这只哈士奇大概有一些不好的经历，一直对男性的敌意很大，我怕柴犬被误导，适时在群里说道：主人没有危险的情况下，乖狗狗不可以随便咬人，会被主人送走的。如果对方伤得很严重，狗狗甚至可能会被迫死亡，到时候你们的爸爸妈妈也会非常伤心。哈士奇没有再说话，别的宠物们一听主人会伤心，都帮忙劝了几句。我还想再说什么，偏巧这时有个男生进来了，他买了一些热销的狗罐头，结完账后欲言又止的看着我。听说满500可以咨询一些宠物问题。是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女朋友的狗好像觉得我也是女朋友养的宠物，有点针对我，这个怎么办？我不自觉联想到了那只生气的柴犬。小动物们大多数都是一根筋，其实没什么坏心思。你可以试着单独喂狗，遛狗几次，如果实在无法获得狗狗的认同，至少可以和平相处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不能伤害它的主人，也就是你女朋友，否则狗狗对你的敌意会翻倍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群里的柴犬果然是这个男生女朋友的狗。好在他听了群里的劝说，除了爱跟男生抢毛绒玩具，没有什么过激行为。周六店里来了个特殊的客户。你好，我是朋友介绍来的，我的狗狗明明身体很健康，但是就是不怎么吃东西，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身体没有问题，拜托，可不可以帮我问问他，到底为什么不吃东西？这个客户不是附近的，狗狗自然也不在宠物小精灵群里，我没有办法直接沟通，但这难不倒我。我当即在群里开始摇人。附近有小可爱想要壮的关关吗？只要来店里一会儿就好。不出5分钟，几只猫猫狗狗站到了门口。人类你好，要饭。我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我对翻译的需求，然后选了一只听懂了的小狗带了进来。此时客户的小狗悻悻地趴在地上，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小翻译官低头闻了闻它，汪呜汪呜交流了一阵后，开始尽职尽责的在群里传达消息。他说他不是不想吃，但是想留一些给朋友，他的主人不允许他的朋友进院子，他好久没见到他们了，有点担心。我赞赏的摸了摸小翻译官的头，然后问客户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经常去家里的朋友好久没见了？没有啊，我每天都有溜它。不对，等等，难道他说的是那些猫？接着客户把最近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家住1楼的，有个小院子，小狗的食物和水一般会放在院子里。前段时间我发现小狗不怎么吃东西后，立刻看了院子里的监控，结果发现只要我给小狗放饭，没多久就会有几只猫过来吃。然后我就看到我家狗狗退得远远的，不敢上前，所以我以为它被欺负了，才把那些猫赶走的。原来那是它的朋友啊。
我摇了摇头。小狗说，因为他的朋友都是小流浪，胆子比较小，他怕他们不肯吃，才假装吃饱了躲起来的。你的小狗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小朋友呢。宝宝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。客户心疼地抱起小狗，走的时候又买了不少猫粮。等沟通业务熟练后，我买了新的设备，新增了代洗服务。有的猫猫狗狗不喜欢洗澡，是因为讨厌吹风机的声音；还有的是因为宠物体型较大，不方便在家清洗。那条哈士奇的主人就带它来过几次。人类你好，你是群里的人，我认了你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结账时，它主人将付款码递了过来，我注意到它手腕处有一块青痕，察觉到我的目光，它掩饰性的把手放到身后，不小心磕到了。宠物小精灵交流群里有很多猫狗，得益于他们的宣传，我的传说在动物界也广为流传，这就导致时常会有小动物过来碰瓷。比如今天来只乌鸦趴在门口装死要水喝，明天来只小松鼠扣扣悄悄要坚果吃，好在都不是什么麻烦的要求。这天我正在门口帮菊哥梳毛，一只颤颤巍巍的小狗缓步挪到了我的店前，我起身去拿了一把狗粮喂它，但是小狗没有吃。菊哥上前去闻了闻它，人类，这只狗快死了。我一惊，连忙让菊哥帮忙在群里翻译，但神奇的菊哥竟然直接把小狗拉到了群里。它应该是只流浪狗。汪不是流浪狗，汪有主人的，汪就是来找主人的。汪叫来福，听说这里有人能跟宠物交流，走了很远的路才过来。汪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，汪知道自己可能快要死了。汪想死之前再闻一闻主人的味道。你是不是被抛弃了？汪没有被抛弃，主人叫汪等他的，他只是有事情才会忘了来接汪回家。来福，我以前好像听过你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已经等了很久了？汪已经不记得了，汪只知道很久很久没闻到过主人的气味了，已经久到快忘记了。人类，求求你帮帮汪吧！人，帮帮他吧，光管分你一口。还有本王的，还有我。最后连菊哥也跟着拜托我，无奈我只能答应来福帮忙打听一下。我拍下来福的照片，一连发了几个客户群，但得到的消息也只是来福是另一个城区的流浪狗，它在小区门口等它的主人，已经至少7、8年了，可它的主人始终没有来。期间有人想过收养它，但是来福不肯走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我本想收留来福几天，等等消息。不行，我要回去，我怕主人过来的时候看不到我。我不忍心让他自己再走那么远的路，干脆打了个车。一路上车子拐了又拐，红灯闪了又闪。来福似乎不知道这一路上有多危险，他只知道他想主人。正如我不知道一只眼睛看不清、身体虚弱的快要死去的小狗是怎么一点一点找到了我的脸。很快来到一个小区门前下车，门卫大爷熟练的跟来福打着招呼，我顺势攀谈了几句。听说是搬家的时候把狗落下了，大概是真的不想养了吧？哎，快10年了，这狗老的都看不清人了，只要有人靠近就凑上去闻，也不知道抛弃它的人要是有一天听说了这狗在折腾了10年，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？保不齐就是笑它傻吧。呵呵，狗啊，有时候比人可有情义多了。我抿着嘴，心里有些难受。那关于那家人，您还知道什么消息吗？从门卫大爷那得到了一些有效信息后，隔天我去找到了苏小娜，她是负责这边区域的民警，因为她来店里的次数不少，我们也算是有些交情。你是说让我利用职权帮你去查别人的个人信息？喂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？我尴尬一笑，但为了小狗，还想再争取一下时，苏小娜突然笑了。不过嘛，你可以报案，说捡到了一只贵重的狗。从警局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群里的宠物们都在问我结果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干脆直接问起：如果你的主人死了，和你的主人把你抛弃了，究竟哪个结果更容易让你们接受一点呢？不懂，但是喵想和妈妈一直在一起，妈妈酱不会抛弃在下的。放肆，铲屎的敢抛弃本王！一直流浪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了。我宁愿被抛弃，我希望主人能好好活着。找到的粑粑都可以给妈妈吃，妈妈别抛弃王。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将真相告诉来福，他正趴在地上，蒙了一层白衣的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大门口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来福，你的主人从没有抛弃你。那一次因为同行的人当中有人对狗毛过敏，所以他才让你等一等他。他把东西搬完后就立刻回来找你了。只是很不幸，半路遇上了大货车超载加速，你的主人连人带车被撞下了高速，所以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说完以后，来福表现得很平静，他虚弱地转着眼睛，舔了舔我的手指，像是没有听懂，可眼睛里却不断有泪珠冒出。人类，可不可以再帮汪一个忙？汪以前听说有一个叫巧克力的东西，狗狗一生只可以吃一次，汪想尝尝。我点点头，起身走向不远处的超市。刚从超市回来，就听到门卫大爷的惊呼声。来福用仅剩的力气窜进门口的车流，他没有尝到巧克力。我将他的骨灰埋在了他主人的墓边。狗狗的平均寿命只有10到13年，来福这一生都在等待。这一次，大概是他的主人真的来接他了吧。来福的事情后，我难过了好几天。人在脆弱的时候，总是容易生病。晚上吹了点冷风，第2天就发烧进了医院。打掉平时，我正假寐休息，突然听到护士一声惊呼：“哎呀，哪里来的猫猫跑进来了，还挺可爱。但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哦，快出去吧，走走走。”我侧头看了看，菊哥正绕来绕去躲避护士的驱逐，看到我，软软叫了一声：“是我的小猫，让它待一会吧，一会我打完吊瓶就跟它一起回家了。”说完，我对着菊哥招了招手，护士这才离开。
菊哥在群里问我，人类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没开门，猫走了好远，闻了好久才知道你在这。我不知道小猫对生病有没有概念，只是告诉他我需要休息。菊哥跳到我腿上，然后盘着腿趴了下来。他不知道什么算休息，但是他想陪我一起。打完吊瓶回到家后，我给菊哥开了个罐罐，趴在床上沉沉睡了过去。半梦半醒间，好像又听到了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嚎声。我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，完全没看到此时群里招财发的话：杀死他，杀死他，我要杀死他，已经不能再忍了，要保护主人。群里没睡的猫猫狗狗们纷纷追问，招财却再也没有回复过任何一条消息。几天后，在我终于休息好，准备重新去营业的时候，才知道出事了。那条哈士奇杀人了。就在昨天早上，男人在遛狗的时候，活活咬死了自己的男主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条狗我见过几次，它很聪明，不会随便咬人的。苏小娜叹了口气，可能就是因为聪明吧，所以才会替长期被家暴的女主人解决了隐患。听说她咬死人后，哪也没去，只是跑到门口等着女主人回来，想再看她最后一眼。而此时，我发现群聊里面已经没有哈士奇的头像了。他发在群里的最后一句话是：谢谢大家的关照，希望大家听说了我的事情后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学习，我不后悔，我保护了我的主人。我嗓子像堵了团棉花。他会怎么样？会被安乐死吗？不一定，事情还在调查中，会先送他去检测，看是不是有狂犬病。如果狗主人愿意承担民事责任的话，狗狗有概率不会被安乐死。简而言之就是还有机会，但要看它的主人愿不愿意努力一下。群里的小动物们都很单纯，他们不明白哈士奇为什么突然不见了，只以为它是出去玩了，过段时间就会回来了。菊哥看出我心情不佳，他跳到我肩膀上，人类，你可以靠在猫光过的胸膛上哭泣。我看了看菊哥，然后猛地将菊哥搂到怀里，接着就是暴风式吸入、买脸、揉肉垫，这才是真正的治愈。那一天，我的恐怖令群里所有的宠物为之胆寒，菊哥的惨叫回荡在群里久久不散。可怕，好像马每天打猎回来。妈妈酱不会这样对在下，她只会摸着在下的头说：“躲下吧，你躲下吧。”啊，这不是每只小猫咪都要经历的吗？我妈说小猫咪生来就是要给人吸的。一群废物，只有铲屎的求本大王，本大王才会让他抱。今天正好是月末，需要盘库，这导致我锁门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菊哥知道我今天状态不太好，提出要护送我。我要是真有危险，你一只小猫咪也保护不了我啊。人类，记住，你是猫的小弟，猫会永远庇护你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我在经过小区花园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戴着口罩的魁梧大汉。我直觉不好，跑了几步想要拉开距离，他却迅速转身飞斧，将我扣在地上，拖进了灌木丛。大汉将刀尖对着我的脖子，我强制镇静。大哥，别冲动，我可以给钱。这时，菊哥一声尖利的猫叫，周围或高或低都响起了回应的声音。紧接着，一双双忧虑的眼睛逐渐靠近，像黑夜里亮起的鬼火。我喂过的小流浪都为了救我赶了过来。不同于平时软绵的撒娇，猫们此时的声音十分凄厉，尤其是十几只猫同时在寂静的黑夜里嚎叫，更是让人汗毛直竖。男人有些紧张地向四周望去，菊哥趁机率先发动了攻击，随即小流浪们一只接着一只挂到了男人身上撕咬。我连忙就地一躲，他手里有刀，你们小心。菊哥这时也在宠物小精灵交流群里喊话：人类遇袭了，你们都跑到阳台叫起来。群里的小伙伴们纷纷照做，在家阳台不断嚎叫跑酷，导致各家的灯光逐渐亮起。保安很快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，大汉急于脱身，又被猫咬得激起了凶性。我看出不妙，菊哥，快回来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菊哥为了掩护其他猫猫撤离，被男人一刀划破了肚子，又甩了出去。菊哥，我惊叫着跑了过去，鲜血染红了菊哥的毛发，一绺一绺的粘在他身上。菊哥抬起小爪子拍了拍我，他在群里说了最后一句话：人类，猫保护你。半个月后，沙雕小区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群里也像从前一样热闹。妈妈又在收集我的便便了，一会再去拉一坨。救命！救命！妈妈掉到水里了！救救救！看到这我已经习以为常，果然下一句话就是啊，妈妈说她在洗澡，让喵别钻门缝。铲屎的杯子里的水看起来很好喝，尝一下，再尝一下，扒拉下去，碎了啊！铲屎的居然敢打本王的屁屁！我看着群里一群动物的聊天，只觉得非常的温馨。这时菊哥突然喵喵叫了起来，我看了过去，只见此时医生正翻看着菊哥的肚皮，恢复的不错，可以拆线了。还好这猫够怕，不然那一刀要划到内脏的。我不置可否，在医生拆线的时候，默默拿出了猫条喂菊哥。菊哥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吃猫条。等出了医院，菊哥先是在群里发了一张猫条的照片，接着又在群里吐槽：避雷这个猫条虽然好吃，但是吃的时候肚皮又痒又痛。菊哥，你伤好了吗？菊哥，你是不是也要有铲屎官了？是的，猫捡到了一个人类，它需要猫，猫要退隐江湖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和菊哥在一起生活了。某天，我和菊哥在店外晒太阳，忽然一道女声响起：请问现在有空帮他洗个澡吗？我转头望去，阳光下，一个女人正牵着一只哈士奇。与其同时，宠物小精灵交流群内传来了叮咚的提示音：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